AI 泡沫是不是终于要破了？英伟达的神话是不是要到头了？我相信近期 AI 领域的大回调，甚至6月5号还出现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五，很多人估计都吓得不轻啊。网络上这种类似的声音都不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你只盯着 K 线图看，你可能完全误读了这次大跌，因为这次回调根本不是 AI 需求消失了，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泡沫或者芯片技术不行了。这里告诉你最现实也是最真实的原因，很简单，美国快没电了。可能很多人还没理解，博通这次财报明明非常漂亮 ，AI 芯片营收暴涨143%，订单都排到2028年了，那为什么还会暴跌？这里面藏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财务细节，并网确认。在美国的会计准则里面，芯片卖给客户不叫营收，只有当数据中心建成了，通电投产后，订单才能正式入账。现在的尴尬在于，芯片已经生产出来了，机房也盖好了，但是由于美国电网的冗长审批和电力的短缺，大量的项目卡在了通电这最后一步。他们的 CEO 陈福阳在电话会上也亲口承认了，博通是目前所有 AI 芯片公司中被电力限制的最严重、影响最直接的一家。因为芯片早就生产出来了，也早都送到了客户的仓库里，但只要电不通，这些芯片在财务上就等于不存在。所以他们的订单虽然满到爆，但还是下调了自己的前瞻指引，暴跌也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情。那么为什么美国会缺电呢？这事说起来特别戏剧性啊。首先，美国的电力是竞价交易的，谁出的钱多，电就卖给谁。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量有多恐怖？一个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。现在有很多数据中心疯狂的抢电，直接把居民的电价都给推高了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数据中心扎堆的地区，居民的电费平均上涨25%，有些地方批发的电价5年涨了267%。更让居民生气的是，这些数据中心不仅推高电价，还不给当地创造什么就业。一个占地大概几十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，全职员工可能就只有几十个人，而且噪声大、耗水多，还占地方，谁愿意家门口有这么个东西呢？于是美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数据中心运动，居民们上街游行，请愿打官司，只要有数据中心要建，当地居民就集体反对。大家都知道，在美国这个地方，州政府和县政府为了选票，可不敢得罪选民啊。现在的局面就是，在美国建一座数据中心，得经过州、郡、县3级审批，光并网要等2到3年，电网扩容更是要等5到10年。华尔街日报最近就报道过，原定明年完工的美国数据中心60%还没有开始动工，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变得荒诞又好笑。芯片迭代是按月来算的，但电网基建的速度是按年来算。英伟达下一代芯片都快出来了，上一代芯片的机房还没通上电，所以你的芯片再先进，如果没有电，它就仅仅只是一块昂贵的硅片。面对这个死局，美国科技巨头们也开始搞起了野路子。你比如马斯克的 xAI 在田纳西州建了一个数据中心，解决办法简单粗暴直接买燃气涡轮机自己发电。但更绝的是，他们发现田纳西州监管太严，于是干脆跨过州界，在隔壁监管宽松的密西西比州买下一座废弃的发电厂，一口气就部署了27台燃气涡轮机，然后用高压电缆穿过州界，把电送到了田纳西州的数据中心。这种跨州偷电的操作，把当地的监管部门都看傻了。后来 OpenAI 也开始模仿，买了27台燃气轮机，给自己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供电。Meta 的扎克伯格学马斯克学得更彻底，既然盖房子审批太慢，那干脆就不盖了。Meta 现在大规模推广方舱数据中心，就是用模块化的棚式机房，说白了就跟搭帐篷一样，几个星期就能盖好，配套自备电源，直接绕过漫长的建筑审批流程。更绝的还有谷歌，它直接收购了一家电力开发商，成了全球首家拥有发电业务的科技巨头。而且光电站还不够，你居民不是反对吗？谷歌的做法直接施展超能力，在密苏里建数据中心的时候呢，直接搞了一个200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，给周边的居民补贴电费。而且他们还承诺，哪家电费涨了，全部由谷歌买单，绝不转嫁给普通的居民。你看，这就是现在美国 AI 行业当前的现实。虽然拥有最先进的芯片技术，却被最原始的物理限制给卡了脖子。一边是 AI 算力指数级的增长需求，一边是几十年没变过的电力基础设施和低效的审批流程。但你反过来看这恰恰是中国搞 AI 发展最大的优势。中国的电力基础设施，相信不用我多说了，电网的覆盖范围和供电稳定性都是世界第一的，而且基建能力也基本上没对手。建数据中心、建电站的速度那就不用说了，光这点确实是赢了。
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，这次全球芯片的回调，并不是什么 AI 泡沫的破裂，而是一次深刻的估值重构。市场在提醒我们，不要只盯着 GPU 迭代、存储迭代，你要是基础电力跟不上，这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接下来的竞赛原来是比谁的芯片更先进，谁的模型参数更多，现在是比谁能率先解决能源瓶颈。正如马斯克所说，电力生产才是扩大 AI 规模的真正限制的因素。人们严重低估了增加电力供应的难度。现在 AI 的上限可能已经不是什么芯片产能了，美国电网的建设速度或许才是接下来真正要突破的事情。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